现在太好嘅教育，唔係單日第一時間學習同技術，跨定嘅學習連結載體，要聽得到國際需求，係啲按多年來太好教育推動同倡導嘅一部分。所以教育部對2028年起始推動太好社會資金實踐計劃，就按照 USR 計劃，鼓勵太好出現參加載體發展，除了服務社會為社區解決問題。未實做培育人才同倡導嘅學習關鍵，連結載體用人才能力報導投資時，先帶大家來了解乜嘅係 USR 計劃。聽聽記者吳志軍啲面定嘅鏡頭，向下來去看。布的那個皺褶的紋路啊，我覺得我們這個細節可能後面要講。對，應該是光滑的布。對，沒錯。故事圖畫書嘅詳細內容、線條還有色墨運用嘅表現，先生同學生嘅向下討論，希望作品會更來更好。這個地方其實不明顯，它感覺上好像是直接染色的。這邊你有沒有什麼想法？用茶嚟做主題，下個圖畫書嘅內容係用動電影下嘅主角，帶領觀眾來認識做茶嘅過程還有步驟。同時較困難嘅內容，用圖嘅方式來表達，動有法律以外，未做得上觀眾嘅注意。這個故事的主題就是廟的皇上要派這個茶葉使者去體驗這個製茶的過程，然後就是整個流程就是他經過一個奇幻的旅程，就當作是對比那種古早的枯燥乏味的製茶的過程，所以想要弄這種比較奇幻、有趣、好玩的方式去呈現這個製茶的流程，讓大家了解到紅茶的製作過程是怎麼樣。那透過有一點點半抽象、有一點幻想的這個手法，然後讓這樣子的過程趣味化跟虛擬化，那就很成功的把這些角色帶入到製茶的過程。同平常時嘅教學風格還有課程內容都冇相用，故所有的學生嘅學起來就還較有興趣。那借由這一次的 USR， 第一個老師在課程裡面，我們就是帶入了在地的文化或者是產業的介紹，那讓同學更清楚地感受到生活周遭的這一些民生，或者是真正生活着的一個具體的一些產業或者是環境，它是比較實際融入在生活裡面的。我就是自己對畫畫很有興趣，然後茶這個主題自己也沒有接觸過，覺得很有趣，所以想要來試看看。這樣，然後老師就大概跟我們介紹，然後也有帶我們去體驗採茶製茶的過程，就是一整個流程都有接觸到，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主題圖畫書還有同學負責創作動畫，改編嚟調擺上課嘅主題內容。先生未帶定有啲學生嘅去到茶園做體驗，增加學生嘅印象，未做得深度連結。實際的去採茶或者是摸茶，那這個對同學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所以我想，這個第一步當然是他們是很清楚的可以連結這些在地的特殊性。那第二個當然是同學回過頭來在做設計的時候，他不需要單純什麼都是用抽象的想象了。想說把製茶過程製成比較歡快的動畫，動畫的開頭就是茶農採茶，就是一開始的部分會比較樸實，而在中間的製茶過程，我們會加上茶葉小精靈，然後它會比較奇幻。創作過程當中，也有同學相互分工合作，還有討論，希望為簽到行卡多行卡有創意嘅想法，同時未學到嘅溝通嘅技巧。我們這邊之間有學到，就是如何就是一起分工合作。然後適合自己比較適合哪一個方面，會更加的了解自己。
体验到做动画的那个过程，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主题是茶叶嘛，就可能有更深入了解说一些里面详细的步骤啊，或是过程。一节課係產品同媒體設計好難開嘅，大部學校嘅 USR 計劃機會，線上帶領學生嘅對宜蘭採體嘅產業做技師，規劃嘅相關嘅商品，未大部按用累積未來接觸嘅經驗。他在準備的過程可以清楚很多，就是我至少可能在產業有可能有這樣的需求，那這一份經歷對產業去認識同學的能力，或者是抗壓性，甚至是整個流程的經歷，都是有具體幫助的。運動會學生嘅好多嘅知識做得回饋採體。教育部的2018年推動大學生會節鹽實踐計劃，要按到 USR， 其中有4大主題同目標，包含了確實做到教學創新、提升國教共創性、發展學校體制，還有做到社會節鹽。所以呢，我們就強調在地連結跟人才培育，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學生在學的時候呢，就能夠透過服務社會的部分來提升他們學習的能力，尤其在問題的解決。USR 計劃對民國106年持盤到廿下10年呢，現時已經進入到第3期。第3期計劃當中有101間學校參加，總共產生了252個計劃。現時係啲全國嘅22個縣市同374個從外來執行亞調計劃。社會裡面，我們的鄉親本身呢，一定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能夠直接來幫他來解決。所以呢，大學就可以這個透過我們有專業知識、能力很優秀的老師教授們來帶領這個學生來到社會上去服務大家，幫社會解決問題，而且促進社會的進步。所以這是我們 USR 最主要的目的。第3期嘅計劃當中，福岡大學係頭擺參加，嗰所學校特別重視。第一個就是對地方政府的協助，第二個呢是對於我們的部落社區的服務，第3個呢是對社福機構，第4個部分呢對我們在地的這個中小學的連結，第5個就是對在地的企業的輔導。第2年嘅福岡大學也係用中山有限農業區同茶產業來做計劃主題，不過地方上有一定嘅困難。學校用理論來推動，咁增加克服嘅到採體嘅希望，甚至發揮好結望。就靠飲定國家學校團隊嘅指揮同規劃。我們去訪談了非常多家的茶農，那他們就是希望說，透過學校，然後可以給他們解決什麼樣的在地問題，而且這個在地問題是剛好 COVID-19 結束之後的這個時間點。那這個時間點其實在我們的調查裡面，就是其實在休區裡面的，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觀光客真的變得很少。在地處理啲觀光項多多的困難而解決，還有產業同人口老化也有問題。這一些茶農其實他們年紀很大，他們其實都面臨要退休了。那可是下一代的年輕人，其實他們不想回來。那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啊，就是我們想要試圖的用產官學研這樣的一個方式，然後來跟在地合作。這一種的計劃呢，它不僅僅只是有文化經濟的效益，同時對我們學生來講，它不管是從實務上的學習，它必須要有跨領域的能力，它必須要有對這個計劃的一個規劃的方向有所一個構思，它必須在這個學習過程之中，怎樣創造出它更多的一種效益。目前我做的大概是10个场景左右，然后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地方。那主要那个利亚的
VR 的选择画面会在那个东山火车站这边。为了为行客岛人了解当地，还个向行客岛嘅观光客到中山休闲农业区。一般计划当中有先生带定学生嘅，为当地制作 VR 虚拟实境同 AR 空间实境嘅景点设计，希望带定游客来认识当地有哪条好高好调嘅特色景点。最后真的有个那个点，它就可以选择到你要去的地方，然后这边就可以到像茶叶园这边，1秒后它就会到下个区，就可以看到现场画面。我们可以透过 VR 来去做一个导览的效果，那让这个旅客或者是说对茶叶有兴趣的人，可以还没到这个场域的时候就可以先了解。那一样我们也会透过所谓的 AR 扩增实境，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当他实际在旅游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这个 AR 技术协助你，即使没有一个专业的导览，他一样透过 AR 技术来协助你去导览整个场域。可能游客会比较会常去的一些地点，然后做拍摄，然后还有一些或是一些游客可能没办法去到的地方，然后但是当地他们想要介绍的时候，那我就把它拍摄下来，让使用者可以透过手机看到这些比较内部的一些内容。大部分学生嘅一步一步设计出来嘅实景原体，用 VR 目镜看到景点嘅模拟画面，就从係去到现场共用。所以我们用360照相机直接拍360的环境，那几个重要环境出现以后就可以串起来。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个东山休闲园区有哪些，那假设有5个点，那就可以第一个场景进去以后，接下来切换场景。那切换场景当然是透过程式技术去达成，所以除了素材以外，就是程式设计的能力要培养。参与学生嘅美食嘅名额，希望同菜体观光发展天数。一条高層，學生嘅咁正經，學會到經驗，還個對未來去到創業市場上會帶來用嘅幫助呢。所以透過這個系統分析設計，去了解使用者的需求。所以我們在課堂上面，我們會邀請一些業界的一些熟悉系統分析的這些業界的一些廠商，或者說一些有經驗的人來協助這一塊。那我們也實地的帶領要做這些專題的這些同學。去到實際場域去了解，就是首頁，然後有計劃介紹，還有最新訊息，還有合作單位，還有關於網站。學到的話，就主要是要去了解使用者的那個使用習慣，不是因為使用者跟我們一般那個在做設計網頁的時候，可能那個使用出來的那個效果會不一樣，所以也可能要去詢問一下其他人，就是可能這樣對他們來說，使用這樣網頁會不會比較好操作這樣。喺 USR 嘅計劃當中，除了為連結菜體以外，其實未聽得到國際發展。古數個學校計劃當中，未連結實體聯合國提出嘅2030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來做前進。因為我們計劃在提的時候 ，SDGs 我們希望達到3個構面。那第一個構面其實就是城鄉永續的部分，對。然後第二個構面就是在地的那個產業經濟跟那個設施的部分，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想要去做所謂的健康福祉的這個部分。我們大致上呢分作5項哈，第一項就是我們在地的關懷，再來是產業的鏈接哈跟健康促進。第3個主題是永續環境，第4個主題是產業鏈接跟經濟的永續，然後還有呢第5個主題是文化永續。這個5個大題目呢也是跟聯合國的那個永續發展目標有扣合的，所以我們在整個推動不僅是我們大學跟我們在地連結，而且我們也會接軌國際。大學集團係大部分學生嘅，未來喺創業市場上，冇就會連結社會同創業嘅時期。古數大部 USR 計劃學習，就係做到社會服務同菜體發展天數，按嚟顯示推促權，未會係帶動社會永續發展嘅重要關鍵。